波克罗夫斯克决战，俄军装甲突击惨败，12小时损失40战车，爆炸震撼夜空。乌军空袭克里米亚2大俄空军基地，乌克兰稳守第聂伯罗，2大区域牢牢掌控，俄军偷袭彻底失败。俄西对峙升级，德国机场因无人机关闭，法国扣押俄油轮，乌军无人机威力升级，1400公里奔袭俄炼油厂，打击翻倍。俄军困红军城3地，驰援部队全军覆没，38%炼油产能瘫痪。无人机蜂群无语倾泻，美新反制武器亮相，欧洲加大对乌援助。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收入在9个月内锐减20%，财政赤字持续扩大。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坦克正在燃烧，我们需要防空掩护。哈尔科夫州沃夫昌斯克方向的无线电呼救揭开了一场惨烈攻坚的真相。根据乌克兰总参谋部10月3日公布的战报，俄军某装甲师集结 T-90M 主战坦克和步兵战车，试图在波克罗夫斯克防线实施集团突击。然而，仅仅12小时内，俄军就付出了40辆战车损毁、近300人伤亡的代价，平均每推进1公里就要倒下70名士兵。战场影像显示，俄军装甲部队起初采取楔形突击阵型，在天竺葵2无人机轻障和龙卷风火箭炮覆盖下，强行撕开了乌军外围雷区与2道战壕，一度出现突破迹象。但当其进入乌军预设的开阔杀伤地带后，隐藏在9层楼房和林带中的反坦克小组突然开火，美制标枪导弹精确命中坦克侧后装甲，弹簧刀自杀无人机则从高空俯冲，直击发动机舱，仅仅40分钟就有12辆战车被击毁或瘫痪。乌军能够以弱抗强，关键在于地下工事与弹性防御的双重体系。在波克罗夫斯克主防御区，乌军依托纵横全城的地下交通壕，将兵力分解为13人战术小组，配备反坦克导弹、无人机干扰枪和单兵云爆弹，采取交替火力掩护和诱敌深入的方式，不断消耗俄军攻势。在皮什查内村的防御战中，乌军第59突击旅一个排坚守27天，仅以7人伤亡的代价歼灭了俄军2个连，甚至创造了3人小组击毁4辆坦克的战例。而外围广阔的防线更像是死亡陷阱，自扎波罗热至哈尔科夫的地带布满反坦克壕沟与三角锥障碍，迫使俄军装甲车减速暴露，成为无人机与炮兵的靶标。有分析表示，这不是现代战争，而是自杀式冲锋。分析认为，俄军的攻势暴露3大致命漏洞。首先是协同崩溃，坦克、炮兵与无人机之间的信息传递延迟超过30分钟。当柳叶刀无人机标定乌军火力点时，坦克早已冲进无掩护区域，结果遭到反杀，炮兵火力覆盖却迟迟跟不上。其次是防护短板， T-90M 坦克顶部装甲依然脆弱，乌军仅用简易巡飞弹就让12辆战车因发动机舱被毁而失去战斗力。第三是后勤脱节，装甲集群推进过快，燃油补给车遭乌军特战分队伏击，20辆坦克因缺油被迫弃车，重演了基辅战役的覆辙。专家强调，俄军仍沿用苏联式大纵深突击思路，却忽视了无人机加反坦克导弹的不对称威胁。而乌军通过分散部署、集中打击的灵活战术，将俄军钢铁洪流逐步瓦解，验证了战术比装备更致命的法则。目前，波克罗夫斯克的争夺已进入白热化。这座城市连接顿涅茨克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是乌军前线70%弹药补给的铁路枢纽。乌军侦察指挥官丹尼斯直言，一旦这里失守，顿巴斯防线将全面崩溃。尽管俄军仍在不断增兵施压，但损失40辆战车已使其装甲突击力削弱近30%。乌军则迅速调派亚速第3突击旅增援，并将西方援助的硫磺石导弹部署至前沿。未来10天的攻防较量或将决定顿巴斯战局的走向。乌克兰军方对克里米亚展开了密集打击行动，夜间传出多起剧烈爆炸声。
突发消息称，乌军在袭击中对俄罗斯的2大空军基地发动了进攻，令俄军防线紧急应对。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当地时间10月3日夜间，俄军控制下的克里米亚贝尔贝克机场率先遭到袭击，大量乌军无人机群飞抵机场上空，迫使俄军防空系统立刻启动，空中不断闪现交火的光芒，爆炸声持续回荡。紧接着，克里米亚的另一座卡察空军基地也遭打击，目击者声称听见了更多次剧烈爆炸。外界不排除乌克兰在此次行动中还发射了远程导弹。而克里米亚的重要港口费奥多西亚也在同一夜间传出巨响，这是该港口在短短4天内第2次遭受攻击。事实上，最近乌克兰几乎每隔2天就会对克里米亚发动一次猛烈打击。不久前，乌军甚至摧毁了一套俄军的 S-400防空系统，显然这是为后续更大规模的行动铺路。天空新闻进一步披露，乌克兰很可能计划在冬季前对克里米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值得注意的是，乌军不仅可能继续实施远程打击，还被认为不排除会发起2栖作战，甚至直接攻击克里米亚大桥，试图彻底切断俄军的后勤动脉。如果这一设想成真，这将成为自2014年俄军占领克里米亚以来，乌克兰首次尝试大规模的登陆战役，势必使克里米亚成为新的焦点战场。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样的行动或将成为俄乌战争的转折性事件。与此同时，乌军针对俄罗斯境内核心城市的袭击也没有停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警告称，乌军的远程攻击能够造成莫斯科大范围的断电。与此同时，有消息指出，美国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情报支持，以便乌军对俄境内深处目标展开远程导弹打击。这些目标不仅包括军事设施，还涉及炼油厂与石油管道等战略能源节点。从前线部署来看，首批重点打击区域锁定在克里米亚以及南部战场的赫尔松与扎波罗热，时间点可能早在2025年12月便会启动。这与前述对克里米亚潜在的登陆作战计划相呼应，也意味着乌克兰在打击俄罗斯能源系统和后勤补给上已得到美国方面的实质性支持。继续关注俄乌前线的最新局势。近期，俄罗斯军队企图对第聂伯罗的2个关键地区发动突袭，但行动以失败告终。最新消息显示，乌克兰方面依旧牢牢掌控着这2大区域。据诺尔报告披露，当地时间10月2日前后，俄军突然向第聂伯罗的索斯尼夫卡与沃罗内方向发起进攻。然而，乌克兰第23机械化旅迅速投入战场，在郊区同来犯部队展开了激烈的交火。俄军原本计划突破乌军的防区，却遭到 FPV 自杀式无人机的猛烈阻击，最终被迫败退，未能占据任何立足之地。从前线传回的画面来看，乌克兰士兵已在索斯尼夫卡和沃罗内2地升起国旗，并对周边定居点展开清理行动。与此同时，战役地图也显示，乌克兰军队依旧全面控制着这2个重要区域，并建立起坚固的防御体系。值得注意的是，早前俄媒曾不断宣称俄军已首次攻入第聂伯罗，并对外大肆宣传。然而几个月过去，事实证明俄罗斯的进展微乎其微。类似的情况同样出现在苏梅和红军村方向，俄军在最初的猛攻被乌克兰击退之后，其推进速度迅速停滞，如今甚至在一些地带陷入乌军反攻和合围。在顿涅茨克方向的战场上，乌军也展开了针对性的打击行动，尤其是对俄军关键装备的摧毁。乌克兰第5突击旅近日成功击毁了一套山毛榉 Buk 防空系统，同时还摧毁了5门俄军火炮，大大削弱了敌军火力。空中力量的投入也愈发频繁。乌克兰空军的米格29战机不久前快速抵达东部战区，在战场上对俄军的一处营级指挥所投掷了 GBU-39滑翔炸弹，结果目标区域的3栋建筑被彻底摧毁，滚滚浓烟在爆炸后升腾，弥漫整个战场上空。与此同时，乌克兰空军的另一架苏27战机也在数小时前使用 GBU-62炸弹，精准打击并摧毁了俄军的一套无线电通信系统。该系统被摧毁后，乌军可能会借机对俄方发动规模更大的空袭，
进一步削弱其前线的协调与指挥能力。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空军的战力正在加速增强。继 F-16与幻影2000之后，首批瑞典鹰狮战斗机也即将交付基辅。这意味着乌克兰空军即将拥有第3款西方先进战机，其综合作战能力将迎来又一次提升。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军事对峙正在持续升温，欧洲多地安全事件频发。德国的机场因无人机威胁被迫关闭，而法国方面则直接采取行动，扣押了俄罗斯的一艘大型邮轮。据图片报报道，当地时间10月2日晚间，德国慕尼黑机场上空发现了不明无人机。为确保安全，机场被紧急关闭空域，导致至少20个航班延误，超过3000名旅客出行受到影响。几乎与此同时，比利时的一处军事基地上空也出现了多达15架无人机，并一度试图靠近德国边境。有意思的是，当时该基地正在测试一套无人机侦测系统，这些无人机恰好成为实测的目标，被精准捕捉并完整记录。目前，德国与比利时警方已经展开联合调查，外界普遍怀疑这批无人机可能来自俄罗斯。事实上，莫斯科近期不断采取挑衅行动，北约国家也随即做出强硬回应。就在不久前，法国更是高调扣押了俄罗斯影子舰队的一艘邮轮长滩岛号。这艘巨型邮轮长达244米，于9月20日从俄罗斯最大石油出口港普里莫尔斯克起航，船上装载了约11.5万吨原油。目前，该船已被英国与欧盟列入制裁名单，而法国这一次则直接采取实际行动，将其扣押在圣纳泽尔附近海域。法国陆军参谋长皮埃尔·希尔将军在此背景下表态称，法国军队必须在今晚就做好进入高强度作战的准备。他进一步警告，如果事态继续恶化，法国可能会因保卫北约盟国而与俄罗斯爆发直接军事冲突。作为欧洲大陆的重要军事力量，法国在对俄对抗中展现出保护欧洲盟国的姿态与传统，这同时也是巴黎重拾战略话语权的契机。法国总统马克龙也释放出强烈信号，他透露，法国正致力于更新自身的核子理论，并重新评估在何种情况下使用核威慑的可能性。此前，德国与波兰等国已提出共享法国核武器的意愿，而马克龙则正努力推动建立一把覆盖整个欧洲的核保护伞。与此同时，波兰方面的动作也在加强。该国近日开设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乌克兰训练中心，可同时容纳1200名学员。这一设施的投入使用，不仅能提升乌军新兵的基础训练水平，还将进一步加深他们与北约部队之间的协同与经验交流。10月3日，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奥伦堡州的奥尔斯克炼油厂发动远程袭击。该炼油厂距乌克兰边境约1400公里，年炼油产能达到660万吨。在此次行动中，乌克兰无人机精准命中了 LCH-24 2000型汽油和柴油加氢处理装置。袭击导致炼油厂冒出滚滚浓烟，汽油与柴油的供应进一步紧张，对俄罗斯的能源安全造成了沈重打击。持续的无人机打击已使俄罗斯损失约 38% 至 40% 的炼油产能，导致全国范围出现燃油短缺。加油站大面积关闭，俄罗斯不得不禁止石油产品出口，同时进口汽油以应对需求缺口。这一系列问题不仅严重影响了俄罗斯经济，也直接制约了前线的军事行动。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罗伯特·布罗夫迪宣布，深度打击行动的数量将在近期翻倍。同时，美国已宣布将向乌克兰共享关键情报，北约也将提供情报支持。多重因素叠加之下，俄罗斯不仅将面临严酷的冬季，还可能遭遇前所未有的经济损失和战略困境。乌克兰明确表示，将持续针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展开打击，包括炼油厂、油库、油气管道、泵站以及港口码头。随着行动持续升级，俄罗斯在能源与经济层面的困境预计将进一步加剧。近期，乌克兰无人机持续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精准打击。据多位军事分析人士和开源情报账号指出，
俄罗斯炼油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多达38%的产能因无人机袭击而陷入停摆，汽油生产大幅下降，甚至可能需要考虑从国外进口汽油。这显示俄罗斯的能源供应链已遭受严重冲击。自今年8月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事件频繁发生，目标不仅限于炼油厂，还扩展至石油输送站、管道系统，意图切断俄罗斯对黑海出口终端及前线部队的能源补给。根据 X 账号 OSIN Technical 发布的贴文，乌克兰无人机群近日夜间对俄罗斯石油泵站发动猛烈攻击，至少10架无人机命中目标并引发大火。乌克兰的无人机作战策略明显已转向破坏俄罗斯内部的石油运输基础设施。与此同时 ，X 账号老于吹牛皮 BOEST 引述俄罗斯媒体报道称，莫斯科当局正在认真考虑从国外进口汽油。如果属实，这对一个石油出口大国而言极为罕见，也进一步凸显了国内炼油产能短缺的严峻程度。据 X 账号 Military News UA 补充，连续无人机攻击导致俄罗斯汽油产量在9月份下降近100万吨，短缺幅度约为20%。受国际制裁影响，相关设备和技术难以获取，受损炼油厂的修复工作预计将耗费数月时间，短期内难以恢复正常产能。除了能源设施遭受打击外，乌克兰军队在其他战线也取得明显进展。据 N-Strike 账号披露，乌克兰第225独立突击团在苏梅州北部成功解放了 Zolotarivsky 森林及周边区域，稳步收复国土。在红军城波克罗夫斯克周边战况上， Euromaidan Press 发布消息称，乌克兰 FPV 无人机与伏击小组成功在俄罗斯增援部队抵达被围困区域前进行拦截，多支旅级突击群遭到全歼，有效阻止了俄方攻势。同一时间 ，X 账号老司机指出，乌军对布良斯克的一处军工厂发起大规模空袭，4枚导弹命中设施，引发远东地区仓库大火，持续对俄罗斯的军事后勤与生产能力施加压力。俄乌战争持续至今已超过3年，俄乌冲突将无人机推上现代战场的前沿。各国不仅加速发展无人机技术，也持续对乌克兰提供大量军援。与此同时，伴随无人机威胁升高，各国对反制手段的投入也日益增加。最近流传的一段画面显示，美国新型反无人机武器能在短时间内使大量无人机如雨般坠落，令网络舆论震惊。在支援方面，推主 Special Curson Cat 在 X 上发布消息称，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决定向乌克兰提供总值20亿欧元的无人机支援。此举旨在扩大乌克兰的作战能力，推动本地无人机技术发展，并使欧盟在技术分享中受益。英国方面 ，X 账号 N-Strike 透露 ，MGI 工程公司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向乌克兰交付一批新研制的中程无人机。据公布数据，这款无人机的弹头约重20公斤，作战半径可达约250公里，最大时速约450公里小时，单价估算为6.7万美元。截至目前 ，MGI 尚未公布将援助多少架该型号无人机。在防御方面，为防止俄罗斯无人机在欧盟高峰会期间对主办城市丹麦哥本哈根实施骚扰或攻击，美国决定向丹麦提供反无人机系统，以保障峰会安全。另外，美国研制的一款名为列奥尼达斯的反无人机微波武器也引发关注。白俄罗斯媒体 Nextai 在 X 上报道，列奥尼达斯通过发射强烈微波脉冲，对敌方无人机实施电磁干扰，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夺取其控制权。开发方声称，这种高强度微波脉冲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Nextai 同时公布的试验画面显示，该系统单次脉冲足以摧毁多达49架无人机，大量无人机瞬间从空中坠落的影像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据报道，美国军方已与列奥尼达斯研制方签署合约，准备接收原型机并将其纳入美军反无人机作战体系。10月3日，莫斯科时报援引俄罗斯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指出，2025年9月份，俄罗斯预算中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骤降 24.5%。具体数据显示，俄罗斯在9月份的能源收入仅为5825亿卢布，约合71亿美元，
同比下降幅度高达 24.5%。自2025年年初以来，俄方通过石油和天然气销售累计获得 6.61 万亿卢布，约合810亿美元。而2024年同期这一数字则超过8万亿卢布，约合980亿美元。整体来看，较去年同期减少了 20%。分析认为，在燃料价格走低与卢布走强的双重影响下，2025年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产业对国家财政预算的贡献，预计将降至2020年以来的最低点。能源收入长期占据俄罗斯预算的约1/4。然而，随着战争开支持续攀升，能源收益大幅缩水，预算赤字已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与此同时，乌克兰持续对俄境内能源设施发起打击，目标涵盖炼油厂、油库、油气管道、泵站以及码头。这一系列袭击使得俄罗斯损失了近 40% 的炼油产能，造成的经济损失接近80亿美元，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4.11%， 且这一数字仍在扩大。在战争与财政双重压力下，俄罗斯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资金困境。随着冲突的持续，外界普遍担忧俄罗斯的财政弹药库正在加速消耗，甚至出现真的没钱了的危险局面。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